怎么回事？楚风兄弟他……秦玄眉头紧皱，感觉难以置信。事实上，在场这样觉得的人不在少数，因为相比于界天染那边引起的惊人场面，楚风这边虽也有阶梯出现，也正在向星空高处的结界门延伸而去，可楚风的阶梯是如此的简单，就只是再正常不过的阶梯而已。别说异象了，就连一点特别的气焰都没有掀起来啊！这不应该啊！楚风是王之血脉拥有者，还征服了脉之本源，他的天赋无与伦比，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超越其母界染青的存在。为何他的阶梯却如此简单？难道说这就是小辈与老一辈的差距？这阶梯的反应与天赋无关，而是关乎着修为吗？神之时代内的众人猜测之际，神之时代外的各方人马却都有了相同的表情。浩瀚星空，安静的诡异，各方人马无论身在何地，却都是张着大嘴，双眼瞪得溜圆，呼吸更是急促到仿佛心脏都快跳了出来。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所深深震撼，甚至吓得不轻，因为神之时代外那覆盖无数世界的神之时代虚影已经出现了变化，那变化如梦如幻，堪称可怕。无边星空，一星一世界，而每颗星辰之间却也都隔着较远的距离，因此数千颗星辰所覆盖面积就已是极广。而眼下星空之中耀眼的9色雷霆所向披靡，竟覆盖了数万颗星辰，那覆盖诸多星域的神之时代巨大虚影都被9色雷霆所覆盖。此一幕，何止在星空之中的人，较近的天河之人就站在他们所在的世界内，也是能过看到这惊人一幕。此等异象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那正是天级血脉的雷霆。此刻开启阶梯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拥有天级血脉的楚风，另一个是专修结界之术的界天染。根本无需猜想，人们也知道这9色雷霆必然是楚风所引起的。星空某处漂浮着诸多昏死的身影，但也仍有一大部分人保持清醒，而他们也都被那漫天的神雷所深深吸引。他们是比斗台内被淘汰出来的远古种族强者，每一个都是强大存在，可眼前一幕却将他们也是吓得不轻。我去他妈的，这异象是那小子引起的，人真的能引起如此异象，他到底是什么妖孽？本来他们还因为乾坤袋以及一些宝物被楚风夺取，想着如何报复楚风，可是看到楚风开启天梯所引起的异象，他们也是开始犹豫了。此等妖孽真的还要得罪吗？而在星空深处还隐藏着一条巨大的黑龙，黑龙头顶站着一位身披黑甲留着白发的男子。不可思议，如此异象远古时期也从未见过啊！主人，您的眼光依旧非凡，此子必成大器。黑龙开口，这片虚空剧烈抖动，他体内蕴含可怕力量，若他愿意只是一声咆哮，恐足以将无数世界毁灭。只是眼下他的话语外人听不到，引起的动静外人也感受不到，唯有白发黑甲男听得到。界灵大帝的气运延续到了今日，竟被他找到了如此传承者。但依我看，楚风此子日后未必是以结界之术封地，武力同样有此潜力。白发黑甲男道：主人，您觉得这楚风能否得到神之时代内的传承？黑龙问。白发黑甲男目光投向那于浩瀚星空中都是一望无际的9色雷霆，此等景象纵使是他也颇受震撼。这番异象的确是前无古人，可神之时代内的传承可没那么容易拿到，结果如何不得而知。主人，那要将此子收入麾下吗？黑龙问。此等人才能为我所用，自然最好。话到此处，他将目光投向镜面内映射出的另外一道身影，楚风的外公界天染。其实那个界天染也不简单。白发黑甲男道：此等异象确实不简单，但是他能引起如此异象，为何这个年纪却只是如此修为？黑龙不解，应该是之前故意压制修为。白发黑甲男道：一同收入麾下。黑龙问。再说吧，他与楚风之间恩怨不浅，若此怨不能解，自然不能收他。白发黑甲男道。此时神之时代内2座天梯同时连接到了星空高处的结界门，但2道天梯皆形成了通道，通道成型，楚风和界天染皆是随着通道升空而起，向那巨大结界门漂浮而去。外人只能看个热闹，可楚风身在其中，所能看到的更多。于楚风眼中，通道尽头处的结界门更像是一面镜子，那镜子倒是看不出什么，但却能够传递出感觉。楚风感觉到这结界门内危险重重，这其中蕴藏着极为利奥德的力量，可若想得到那力量，就必须先开启之物，否则踏入其中只能遇到危险，无法有所收获。楚风自从踏入神之时代，就已是发现线索，知道这神之时代最强的力量，若想得到，就需开启之物。眼下自己的这条路，却多半是那最强力量所在的路，可他根本没有寻的那开启之物。若是进去，便只能受苦，好处是捞不到的。终究还是走上了这条路，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哪有不知没有好处，当然是坏事。想到这里，楚风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下一刻他便停止升空，同时阵阵碎裂之音响彻，以他为中心，那上下的阶梯皆是开始瓦解。糟了，那阶梯怎么瓦解了？楚风见此一幕，不明真相的秦玄等人顿时紧张无比，可楚风却转身笑着看向他们，同时楚风的暗中传音也映入秦玄等人耳帘：莫要为我担心，倒是你们接下来务必小心一些，记住，除了自己谁都不要相信。
尤其是7届圣府之人。楚风此话刚刚映入他们耳帘，那先前吸走洪魂宗等人的结界门，也是释放出一道吸力，笼罩住了楚风，将楚风吸入结界门之内。与此同时，神之时代外，那覆盖整个神之时代的9色雷霆也随之消散。这更是让众人确定了，那9色雷霆就是楚风引起。可楚风为何失败了呢？众人不解，包括界天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，可他却眉头微皱，他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主人，那小鬼似乎是主动放弃的。神之时代外，黑龙再度开口。白发黑甲男微微点头，那他为何要放弃，开启如此天梯？自古以来闻所未闻，他放弃此路，岂不是错过大好机会？黑龙问。不知楚风意欲何为，但此子必然有他的想法。白发黑甲男道。他出来也好，要将他接走，随我们一同进入第9天河。黑龙问。每个人有每个人成长的路要走，除非他主动放弃，否则我们强加的干预于他而言未必是好事。若是有缘，日后定能相见；若是他走不到那一步，那也只能说明他也只是昙花一现。白发黑甲男说话间，看向一片星空，那里没什么人聚集。可就在刚刚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那里，正是刚从神之时代内淘汰掉的楚风。走，白发黑甲男道。主人去啊？黑龙问。第9道天河。白发黑甲男道。主人不再需观望一下吗？您不是说那个界天然也不简单，不知他从神之时代内出来会有怎样的收获？黑龙问。白发黑甲男没过多解释，只是再度重复了一遍走。黑龙不敢多问，而是巨大身躯微微摆动，便已消失在了原地，没有留下丝毫气息。